皇马最近很努力呀，每天为了上老 K 的头条啊，总有新闻出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精彩。咱们首先必须表扬皇家马德里。今天的比赛呢，皇马2-0赢了，但赢球不是重点。过去有许多人说姆巴佩确实喜欢内斗，对这个观点老 K 一直不认同。但是在今天比赛后，一直处于风暴中心的姆巴佩在混合区接受媒体采访，他竟然直接说：“我今天没有首发，是因为教练跟我说我是他的第4前锋。”哈哈，我的个天呀！而主教练阿韦罗亚又在新闻发布会说：“我没有说过姆巴佩是我的第4前锋，周日他就会首发。”而且今天姆巴佩替补出场的时候，整个伯纳乌全场的观众狂嘘他，哈哈，有意思。且听我娓娓道来。首先，关于嘘声，姆巴佩对记者说：“确实，国家德比很可惜，我喜欢那种比赛，因为我总是能进球。而嘘声嘛，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看法，嘘声是他们表达的方式，我不会往心里去。在我之前，我也被嘘过，这是我作为皇马球员和一名知名球员的生活。有时候球迷会不开心，但他们始终支持球队。关于我前段时间去意大利旅行，我不在马德里是得到了俱乐部允许的，我也不是唯一一个不在队里的人，但我必须接受这些事儿。我得往前看，我可以轻易地改变这种局面。现在我挺好的，100%没有问题。我没有首发，只是因为教练跟我说，在他眼里，我是队里的第4前锋，出场顺序排在马斯坦托诺、维尼修斯和贡萨洛之后。我接受他的决定，我从替补席开始。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没首发，你得去问教练。我早就为首发准备好了，但这是教练的决定，我不能生教练的气，我尊重他的看法，所以我必须好好努力，等待首发的机会。之前我不发声，是因为我情愿在这里亲自对你们说，这样更清楚。很多人不会这么做，我甚至得通过媒体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而我唯一的职责就是好好表现，为皇马全力以赴。过去我跟阿隆索关系非常好，我相信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但那也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向前看，看看哪些是我们能改进、能改变的，以便做得更好。而我跟阿韦罗亚嘛，没有矛盾，绝对没有矛盾。我不会对自己没首发有任何意见，我应该接受教练的看法，我必须好好努力，做得比维尼修斯、马斯坦托诺和贡萨洛更好。我对今天的嘘声只能接受，因为这就是球迷的看法。今天晚上不会有人因此死掉的。当我们没赢球的时候，球迷会针对球员，这很正常，所有俱乐部都有。而主席佛罗伦蒂诺这2天的举动嘛，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主席，是皇马史上最好的主席。现在这样对待他很过分，不应该忘记他所做过的一切，拥有他是我们的荣幸。这时候有记者问姆巴佩，跟西班牙人那场比赛，你在开赛前的12分钟才到场，还有养伤期间你跑去意大利度假的事儿，你是否认为自己做错了？这时候姆巴佩姆总终于有点生气，他说：“度假？哼，那是你的看法，你并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为什么你说我是去度假？我错在没有帮助球队夺冠，至于其他的，那只是你的看法。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离开马德里，我是得到俱乐部批准的，但你们那样说比较有话题性。而我嘛，我只关注如何赢得冠军。你问我皇马的队医诊断是不是出错？从来没有。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我最难过的是人们说我不想上场。我在国王杯出场，有人说我不该上，结果我们输给了一支水平跟我踢的那支差不多的球队，又有人说是我自己不想上。你问我如何看待主教练阿韦罗亚在发布会上的言论？我离开马德里是得到俱乐部批准的，我没有看教练的发布会，我家里的电视频道都是法国那边的，哈哈哈。至于巴尔韦德跟楚阿梅尼打架的事儿，当时我不在场，我没法确认真相。我离开的时候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知道的信息和你们是一样的。你问我到底哪边膝盖是好的，哪边膝盖有问题吗？我和皇马俱乐部一直有沟通，我是在和俱乐部和队医充分沟通的情况下才去巴黎的。至于外界怎么说，我不可能什么事儿都一一回应。咱们姆巴佩说话真是滴水不漏啊！但是言语之间跟阿韦罗亚之间的矛盾已经是招人，但这几句话之间跟阿韦罗亚的矛盾已经是完全公开了。皇家马德里现在真是越来越分裂呀！这位姆巴佩先生踢巴塞罗那国家德比，他连替补席都不做，现在踢奥维耶多让他替补似乎又有情绪了。
感觉好像有一点阴阳怪气。不知道您的看法是什么？请在留言区评论。朋友们，这个周末老 K 可能会有事情，儿子的球队将参加一个重要的杯赛 tournament， 所以周末可能不会直播，只能大家自己看球了，非常抱歉。但仍然感谢你对节目的支持，欢迎您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节目中有许多有争议的事件，也希望你在留言区发表你的看法，别忘了订阅哟。咱们继续。那么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阿韦罗亚一上来就被记者问到姆巴佩说你跟他说他是第4前锋，有这件事吗？阿韦罗亚只能说，我希望我有4名前锋，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我既没有4名前锋，也没有说过那句话，他可能没太明白我的意思，但我很清楚我说过什么。你问我跟姆巴佩有没有矛盾，如果我没让他上，他就不能上，我是教练，我拍板决定。赛前我和他有过对话，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理解的。今天他没有首发是因为这场不是生死战，我们周日还有比赛呢，届时他肯定是头号前锋，再过7天他会凭自己的表现赢得头号前锋的位置。我决定谁上场，我也理解没上场的球员会不开心，但这是基于现状所做的决定，我不想冒任何风险，这也是最合理最符合常识的决定。记者又问姆巴佩还说之前皇马球队是有体系有清晰理念的，但本赛季下半程又丢掉了。阿韦罗亚没有上当他回复道，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把采访放出来，我们再评价。如果姆巴佩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可能他上半程的进球比下半程多很多吧。我说过，一位4天前甚至都没有进替补名单的球员，今天应该在下半场才上。周日呢，他又会首发，而贡萨洛今天理应获得上场机会，这是对贡萨洛的奖励。我理解那些没有首发的球员会不开心，但只要我还在主教练这个位置上，决定权就在我手里。如果他们接受，那很好；如果接受不了，那就请等下一次机会。这种情况不只是姆巴佩，我对很多球员都做过类似的安排，这都是根据不同情况做的安排，可能和其他皇马教练遇到的情况不一样。但我问心无愧，我会尽最大努力，我不在乎外界怎么看，我会按照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坚持到最后一天。我没有指望我的球员能做到我为他们付出的那种程度，我知道球员是怎么样的，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尤其是这个级别的球员我都能理解，但我不会改变自己做过的或说过的任何事。那么好吧，兄弟们，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看看未来几天姆巴佩跟阿韦罗亚又会发生什么新的故事。今天当他替换进球的功臣贡萨洛加西亚上场的时候，整个伯纳乌球场的看台顿时传来震耳欲聋的嘘声。而且前2天老 K 也说过，近期有匿名的消息人士声称，姆巴佩不想在本赛季再踢主场的比赛，为的就是避免被球迷狂嘘。可今天他还是上了，而且也确实被嘘了。本场之后，皇马在本赛季就只剩最后一场主场比赛，是西甲末轮对阵毕尔巴鄂竞技。不过好在今天被嘘似乎没有影响姆巴佩的发挥。他替补出场之后不久就助攻贝林厄姆，打进了皇马的第2个进球。所以球员有情绪很正常，说什么话我都能理解。我很赞成一个理论，就像姆巴佩说的，球员要靠表现说话，但不只是个人的表现，关键是要带着球队不断的赢球，获得真正的最高的荣誉才行。否则哪怕自己的进球数再多，球队却永远4大皆空，那不行。今天比赛第44分钟，布拉辛迪亚斯助攻，贡萨洛加西亚破门；第80分钟，姆巴佩助攻，贝林厄姆破门。比赛中我们能看到马斯坦托诺作为边锋，没有突破，没有速度，没有传中，射门也不行，但是在场上他竟然连定位球都想抢着罚。老 K 觉得你还是先把 first touch 把停球先练好，这停球总是3米开外的球员怎么能在皇马踢主力呢？而本场比赛全场观众的嘘声那么大，感觉好像近几年就是阿扎尔过去获得过这样的待遇。总之今天虽然赢了，但是也没什么内容，踢得也没什么生气。皇马今天嘘声震天，几乎从头至尾，嘘声分贝最高的是给了维尼修斯，然后是卡马文加，除阿梅尼反倒没有被嘘。而下半场姆巴佩热身的时候已经被嘘了，上场之后成为现场重点照顾的对象。本赛季就是一种已经提前结束的感觉，笼罩在伯纳乌上空的是像乌云一般的失望、责备和怨愤，还有一丝丝对下赛季的幻想和期待。
不过，由于姆巴佩是在法国长大的，当年梅西去了巴黎队，也受过被嘘的待遇。一个球星就算过去再牛逼，但如果拿了高工资，却不能给球队带来像欧冠这样的荣誉，那么在豪门的巨星就总是被嘘的。这一点，姆总倒是很清楚，说的也很对。所以关键还是看下赛季的战绩，特别是欧冠。另外，贝林厄姆这样的中场有点像过去的兰帕德，必须给他配那种防守型中场和强力的中锋。贝林厄姆这样的球员让他去防守不擅长，让他组织也不擅长。所以下赛季穆里尼奥来了之后，希望能让贝林厄姆成为核心，楚阿梅尼在旁边搭档做个后腰防守绝对可以。但另一方面，巴尔韦德说不定是真要走了。今天的消息，曼联正在为巴尔韦德准备一份报价，那么让我们拭目以待，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但总之一条，今天姆巴佩跟阿韦罗亚又彻底的决裂了。接下来我们关心一下水爷，过去皇马的队长，也是皇家马德里最后一位长期担任队长的队长。因为自从他2021年离队以来，所有随后的第一队长都在接下来的那个夏天离开了俱乐部。2022年马塞洛他走了，2023年本泽马他走了，2024年克罗斯他也走了，2025年莫德里奇也走了，2026年卡瓦哈尔他也会走。下一个有机会长期担任队长的是巴尔韦德，可是巴尔韦德现在这个情况，搞不好真要被队友们给赶走了。那么水爷拉莫斯最近和财团一起对塞维利亚发起了收购，但首先咱们看一下他的老婆，因为他老婆真是太美了。早在4月份的塞维利亚4月节期间，拉莫斯当时就已经公开谈到他收购塞维利亚俱乐部的进展。由他代表的 511 Capital 对塞维利亚的收购正在推进，而拉莫斯正是这个财团的代表人物。他首先和控股集团 511 Capital 完成了独家谈判期的意向书和尽职调查，然后对俱乐部账目进行了全面审查。此后双方就开始举行会议，讨论这笔金额巨大而且操作极为复杂的交易。最开始这笔收购就已经说得很清楚，有一个前提，就塞维利亚必须能留在西甲。在去年签署的收购意向书中，对塞维利亚俱乐部的估值高达 4.5 亿欧元，这个金额必须要扣除塞维利亚目前8000万欧元的债务，但如果塞维利亚队降级，这个金额将会大打折扣。而在前塞维利亚体育总监蒙奇的播客当中，他也谈到了现在对拉莫斯的看法。蒙奇说，如果你去问塞尔吉奥·拉莫斯，他的合伙人，或是问塞维利亚的股东，他们也没有人能100%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无论拉莫斯最终是否会出任俱乐部的主席，他都希望深度参与到俱乐部未来的决策当中。而蒙奇这位总监自他离开塞维利亚开始，有关他可能回归塞维利亚的传闻就从未间断。不过蒙奇本人透露他目前回归的可能性还八字没有一撇呢。不过如果有人主动联系蒙奇，他倒是愿意听听具体的想法。水爷拉莫斯对塞维利亚队是真心的爱，一开始先是免费自荐踢球，后来又牵头了4亿欧元的收购，并且拉莫斯始终说自己必须要攥紧在塞维利亚队未来决策的核心权。所以拉莫斯对塞维利亚的爱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不想只当精神图腾，而是要亲自操盘重建塞维利亚，从选帅从引援到青训商业开发全部都要一把抓。这可能也是想学习过去20几年的老佛爷，一句话，我的家我来救，这种霸气就很让塞维利亚的球迷疯狂期待。而时间到了5月10日，拉莫斯已经在自己的社媒上发了2条动态，这是为塞维利亚对阵西班牙人队的胜利而庆祝。这一场比赛塞维利亚主场是2-1逆转，而且比赛过程非常曲折。西班牙人队是在第56分钟取得了领先，塞维利亚队在最后阶段发力，第82分钟扳平，补时第91分钟完成绝杀。最终这一场塞维利亚队在主场带走了胜利。而作为过去塞维利亚队的功勋球员，拉莫斯不仅正在参加俱乐部潜在的收购，也是在网络上盛大的庆祝了这场比赛胜利。本周一，拉莫斯就马不停蹄和塞维利亚的股东举行了重要会谈，在当地的一家酒店会面。周一的时候，多家西班牙媒体报道，拉莫斯领导的财团希望收购塞维利亚的多数股权，向主要股东提出了约 4.5 亿欧元的初始报价，随后就拿到了这笔收购的独家谈判权，并对账目进行了详细审查。现在拉莫斯的团队已经掌握了塞维利亚的主要财务情况，准备提交最终的报价。但由于上一个财年塞维利亚亏损5000万欧元，
目前确认债务是8800万欧元，所以最终的报价预计会低于此前4.5亿欧元的初始方案。现在西甲的保级大战也是今西北乱成了一锅粥，从第11名奥萨苏纳、第12名瓦伦西亚、第13名塞维利亚，一直到降级区的第18名阿拉维斯、第19名莱万特，这11名和19名之间的积分差距不过只有6分而已。换句话说，从11名到19名都有可能降级。现在塞维利亚队也仅仅超出降级区3分。那么就在周一的会议之后，已经有消息说拉莫斯已经谈妥了，收购价格已经达成协议，剩下的就是敲定付款的担保问题。付款计划会根据球队身处西甲还是西乙联赛而有所不同。关键是这些有关收购的会议正值球队保级战期间，但拉莫斯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因为拉莫斯和 511 Capital 于今年1月签署的意向书将在5月31日到期，所以各方必须努力加快进程。等他们签署了收购协议之后，还有几个必须的后续步骤，包括获得西班牙国家体育委员会的批准，获得西甲联赛的批准。要知道，在西班牙收购一家股份制的体育公司 25% 及以上的股份，必须要事先获得国家体育委员会的批准。根据法律，这个程序是为了确保投资者的资质和俱乐部的稳定性，并且除了投资股票之外，拉莫斯和他的团队还不得不进行8000万到1亿欧元的重大的增资，这是为了缓解塞维利亚队的经济问题，改善工资帽。所以从了解到的内幕来看，拉莫斯并非是以金融交易的挂名者身份出现，而是作为一个目的在拿下塞维利亚多数股权项目的门面人物他就是门面。拉莫斯是和自己的弟弟雷内，还有和律师，还有其他多位核心团队成员一起，和塞维利亚俱乐部的重要大股东们进行了超过8小时的会谈。会议从当天的中午11点一直持续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由于俱乐部股权结构中的关键人物均到，所以周一的这次会议被视为收购进程当中最重要的会面之一。此前，拉莫斯和他的弟弟一直更倾向于保持低调，将谈判的重心交给顾问团队，交给参与本次交易的控股方 511 Capital 来推进。但星期一拉莫斯的到场意味着他和股东的面对面沟通这意味着谈判进入了新阶段。据说拉莫斯一直掌握着谈判的进展，但此前避免站到台前，避免对本就已经很复杂的沟通造成额外的影响，所以他现在重回台前，标志着这一次收购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而据罗马诺的消息，其实拉莫斯已经完成了收购，已经成为了俱乐部的新老板，只是还等待与律师完成正式手续之后就会发布正式声明。现年40岁的拉莫斯小时候就是出自塞维利亚青训，像老 K 这样的老球迷就记得很清楚，当年2005年皇家马德里从塞维利亚队以2700万欧元买来这么一个年轻的右后卫，这笔交易在当时已经震惊足坛。那时候年仅20岁的拉莫斯已经是塞维利亚队的队长，所以在多年以后，当他坐在董事会办公室里，拉莫斯当着老板回想起自己过去第一次进入塞维利亚青训营的那个下午，那个遥远的下午，100年的孤独。好，据多方的消息证实，协议已经完成，也签署了，也已经敲定了，只等待前往公证处确认所有的文件没有错误。一旦公证处核实协议在股份的持有形式以及资金数额方面都正确无误，那么交易便将正式收官。每股的价格呢，已经超过了3000欧元。到时候拉莫斯真正在新塞维利亚队的工作架构也将揭晓。新的塞维利亚队主席拉莫斯他正在热身，这位未来的塞维利亚老板就是过去塞维利亚队历史上最伟大的标志性人物。他从俱乐部的青训营走出，去了皇马，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出走皇马之后，去过巴黎圣日耳曼，也回到过塞维利亚踢球，前段时间还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蒙特雷队踢球。如今的拉莫斯还是一个自由球员的身份。对了，这一次收购他的兄弟雷内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OK， 据报道最终的收购金额 4.44 亿欧元，俱乐部最后的净债务估计约为9000万欧元，这个数字将从最终收购价中扣除。未来的塞维利亚将设计一个多方持股的架构，背后会有几家的投资基金参与，拉莫斯本人也会出资，在最前面会由一家公司来完成操作，第一步大概会收购 60% 的股份，最终目标是拿到 80%， 也就是说会成为塞维利亚队的绝对控股方。虽然目前还不知道拉莫斯以什么身份进入俱乐部，
但可以肯定日常的管理将由拉莫斯来主导。在操作当中，拉莫斯不仅要收购现在俱乐部内部股东手里的股份，还要收购外部的那批美国投资方手里的股份，同时也包括老德尔尼多个人持有的股份。老德尔尼多个人名下持有塞维利亚队 25% 的股份，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比例。那么换言之，扣除大概9000万的债务，实际的收购金额大概会落在 3.6 亿到 3.7 亿欧元之间。还有一点很关键，如果最终塞维利亚本赛季降级，双方也不会停止收购，他们已经将可能降级的情况写进了协议。所以即便塞维利亚降级，这笔收购仍然会按照协议内容继续推进。甚至还有人说，如果塞维利亚队降级，但只用1年时间就可以重新回到西甲，到时候双方还会启用另一套价格方案。哈哈，咱们的水爷拉莫斯现在真是一个大富豪，通过足球他赢下了一切，甚至挣到了钱，跟着财团一起收购了自己过去的母队。那么最近西班牙的媒体也介绍了拉莫斯在塞维利亚的家。拉莫斯已经出售了自己过去的住宅，而是和妻子一起住进了新的欢乐庄园。这个地方距离塞维利亚市区仅仅40分钟的车程。拉莫斯的欢乐庄园占地98182平方米，四周建有围栏，环绕着一道高3米、总长1.5公里的灰色围墙，将所有的建筑设施都圈起来保护起来。他和老婆皮拉尔还有4个孩子将在此生活。这一片庄园静谧之地，能让拉莫斯远离过去职业足坛的那种快节奏生活。这一片地方对拉莫斯来说还有非常深厚的情感意义。他人生中过去许多的重要时刻，包括婚礼，都在这个地方发生，所以情感方面的羁绊加深了拉莫斯和塞维利亚这一片土地的连结。对他来说，现在就是回归初心的港湾。庄园坐落在一座小镇，名字叫博柳略斯德拉米塔西翁，这里保留着非常丰厚的历史遗产，最著名的是夸特罗维塔斯遗址，这是一处由穆瓦希德王朝古建筑改建而成的小教堂。还有圣马丁德图尔教堂同样非常有名，历史悠久，坐落在古镇的核心区域，并且还有普拉多德拉托雷庄园，这些都是古老的橄榄园。塞维利亚当地的饮食以安达卢西亚的传统菜系为主，可以说文化非常丰富，美食方面的选择也非常丰富。这个小镇的居民非常喜欢阿尔哈拉菲无醇葡萄汁儿，这是当地的经典饮品。这款经典饮料体现了当地的核心特色。哈哈，9万平方米的庄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对了，关于前段时间拉莫斯在塞维利亚队踢球，但后来又不能继续效力下去，做这个决定的是俱乐部主席小德尔尼多。首先在2022年的时候，由于当时前巴塞罗那的球员皮克以现役球员的身份通过自己的公司又促成了西班牙超级杯在沙特举行，从中皮克获得了巨额佣金，6年大概拿到了2400万欧元，所以被指责存在利益冲突。为了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出现，2022年10月，西班牙国会通过了体育法的第47条，俗称反皮克条款。主要核心的规则就现役运动员不得和自己可能参加的国家级赛事建立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商业关系。那么也是由于反皮克条款及其他的影响，所以塞维利亚队主席小德尔尼多当时要求后卫拉莫斯必须离队。小德尔尼多在今年2月也给出了明确的说法，他说不让拉莫斯继续为塞维利亚队效力是我的决定，没有任何人施加压力。2年前，我为了赢回这位出自塞维利亚青训的功勋球员，当时我付出了极大的诚意和努力，也一度希望他能够长期留在塞维利亚队。但问题最终卡在了一个我们无法妥协的原则上。后来我明确地告诉拉莫斯身边的人，我不能接受一名同时持有俱乐部股份的球员继续以球员身份为塞维利亚队出战，所以我做出这个决定和体育因素完全没有关系，也和体育总监阿尔梅达或者科尔登没有任何关系。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问题。老 K 觉得小德尔尼多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如果一个球员同时拥有俱乐部的股份，是有老板的身份，那么他就可以凌驾于战术之上，凌驾于主教练之上，也凌驾于所有的队友之上，这会形成巨大的利益冲突。好的，总结一下，这次拉莫斯对塞维利亚队的收购成功，也给未来所有的足球巨星收购过去自己的母队开创了先河，留下了案例。其实目前这种事情在 NBA 多有发生，无论是乔丹还是勒布朗詹姆斯，他们也在各自的领域有自己的尝试。
好，皇马的前任主帅阿隆索，现在关于他要去英超执教切尔西的传闻已经越来越多。那么今天也有新闻，如果哈维·阿隆索选择执教切尔西，那么蓝军很可能受益于他身后的人脉，可能会有4名皇马球星加盟切尔西，分别是楚阿梅尼、居莱尔、阿拉巴，还有贡萨洛·加西亚。首先，皇马近期的内讧风波，这意味着楚阿梅尼很可能会被推入转会市场。几年前，切尔西就跟他传出过绯闻。虽然切尔西目前中场补强方面并非燃眉之急，恩佐、凯塞多和桑托斯组成了中场3叉戟，这3位大哥近几个月表现也非常出色。但是考虑到3月份恩佐暗示可能会离队，再加上拉维亚饱受伤病困扰，所以楚阿梅尼如果来，这对切尔西来说也是明智之举。鉴于楚阿梅尼的合同和皇马只剩2年，加上近期的争议事件跟巴尔韦德的斗殴，所以切尔西甚至可能以较低的价格就能签下他。我们还记得本赛季楚阿梅尼在阿隆索执教期间一直是他中场的核心。好，第2位居莱尔。切尔西队在有了新的美国老板之后，一大特点便是喜欢引进年轻而且富有创造力的进攻球员，所以皇马的居莱尔比其他大多数球员都更有潜力兑现自己的天赋。此前阿隆索对21岁的居莱尔非常赞赏，所以这也可能是他希望再度合作的对象之一。在阿隆索执教皇马之后，立刻提拔居莱尔，尝试踢了多个位置，优先推动居莱尔融入当时皇马的球队体系。无论踢10号位、边锋还是中场，都给了他充分的空间。那么居莱尔和现在切尔西的帕尔默很相像，2个人都是天赋异禀。如果居莱尔能来，无论帕尔默踢哪个位置，他俩都能轻松地融入球队。考虑到本赛季帕尔默经常受伤养伤，切尔西明显感受到了帕尔默缺阵时候的影响，所以居莱尔也是中场的多面手，尤为宝贵。他如果能来切尔西，那么在进攻型中场和边路的位置都能给球队提供重要帮助。第3位老将阿拉巴，奥地利球星将于今年6月年满34岁，到时候合同也会正式到期，成为自由球员。过去在皇马的几个赛季主要是伤病问题，但如果他能恢复健康，那么免费签下他，可以为切尔西带来可观的回报。像蓝军现在年轻的后卫们科尔维尔、福法纳、阿仓庞、萨尔，他们都可以从阿拉巴这里取经，而且阿拉巴只要能来，可以帮助球队的球星改善纪律性，传授他们在高压下如何保持冷静，这些经验价值不可估量。足总杯马上就要来了，切尔西这边正在传闻将会选用哈维·阿隆索作为他们未来的主教练，而且在本周6对阵曼城的足总杯决赛，他们就会继续沿用阿隆索最喜欢的阵型3后卫。在上周安菲尔德和利物浦战平的比赛中，临时主教练麦克法兰已经改用了3后卫阵型，所以周6的足总杯决赛也将继续沿用这个阵型。而对阿隆索来说，他的执教生涯一直偏爱3-4-2-1阵型，所以这次足总杯继续用3后卫阵型也许是个绝佳机会，让阿隆索可以评估现在切尔西的球员和阵容能否适应阿隆索未来的战术体系。那么上一场对利物浦，切尔西是科尔维尔、福法纳、哈托3个人组成3中卫阵型，而队长里斯詹姆斯有望自3月以来首次首发，他可能出任中场或右边翼位。在上周对利物浦，里斯詹姆斯就在最后27分钟替换了桑托斯出场。现在切尔西在主教练的候选人方面，阿隆索是最热门的，其他的人选包括伊劳拉、马尔科席尔瓦还有格拉斯纳。格拉斯纳和阿隆索一样，也曾经在水晶宫执教的时候使用过3后卫阵型。切尔西现在董事会方面希望聘请一位拥有顶级联赛经验的新主教练，最好是曾经在英超或海外联赛执教过的教练。现在阿隆索也对来到斯坦福桥执教持开放的态度。目前切尔西的边锋佩德罗内托还有加纳乔都参加了训练，可如果坚持使用3后卫阵型，他们可能只能做替补席，而门将桑托斯没有问题，可以出战首发。至于库库雷利亚和上场一样，他将出任左边翼位。另一方面，巴塞罗那的转会目标已经从小蜘蛛转成了切尔西的若昂佩德罗。而对小蜘蛛阿尔瓦雷斯来说，现在大巴黎的追求非常猛，马德里竞技也更倾向于让阿尔瓦雷斯前往法国，而不是增强巴萨。毕竟巴塞罗那是马德里竞技的直接竞争对手嘛。好，由于巴萨总监德科他的引援头号目标变成了若昂佩德罗，所以转会费也远低于阿尔瓦雷斯。大巴黎现在愿意为签下小蜘蛛开出超过1亿欧元的报价，而巴塞罗那也最多只能有这个数。马德里竞技呢，在经过了又一个没有冠军的赛季后，已经逐渐接受
没有办法留住阿尔瓦雷斯的现实。不过阿尔瓦雷斯本人倒是更愿意加盟巴塞罗那，所以除非他本人向马德里竞技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必须转会巴萨，才有可能逆转这个局势。但无论如何，若昂·佩德罗一直都是总监德克非常看重的目标。现在巴塞罗那认为这笔转会费大概是7000万欧元，不过很快切尔西给出了回应。不管西班牙媒体如何渲染巴塞罗那想买若昂·佩德罗，今年夏天切尔西是绝对不会将他出售的，他是切尔西的非卖品之一。切尔西对此类的谈判毫无兴趣，并表示今夏转会窗口的目标是在新任主教练的带领下加强球队实力，而不是削弱。若昂·佩德罗来到切尔西之后，本赛季已经攻入了20球，几乎肯定会当选切尔西本赛季最佳球员，而这还不包括他在上赛季末的世界俱乐部杯上3粒进球，其中包括决赛战胜大巴黎的那粒进球。切尔西是以5500万英镑的价格从布莱顿队签下了佩德罗，还和他签订了一份到2033年的合同。球员方面目前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想离开斯坦福桥。好，现在有许多切尔西球员的经纪人都在私下表示，在他们的客户，也就是切尔西的球员们看来，只要能签下哈维·阿隆索作为主教练，这将是一笔真正的妙招。不过现在球员和经纪人们还没有及时能够了解切尔西在遴选主教练方面的最新进展。有消息说，阿隆索如果来切尔西，他希望在某些方面先得到保证，包括在引援方面要拥有发言权，而种种迹象表明，切尔西打算满足他的需求。在引援方面，像阿隆索这样地位显赫的人物的意见必须得到重视。切尔西绝不会强迫阿隆索接受任何球员，不过切尔西自己的引援架构也不会轻易改变。俱乐部现在拥有一个由5名体育总监组成的团队，这个团队在保罗·温斯坦利和劳伦斯·斯图尔特的领导下，所以只要切尔西能够和阿隆索达成执教的协议，这将有助于极大的提升更衣室士气。过去有些有影响力的球员不掩饰自己对马雷斯卡离任时候的不满，马雷斯卡执教期间备受赞誉，而随后的主教练罗塞尼尔却总不能说服球员。在罗塞尼尔被解雇之前，切尔西的球队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种消极怠工的状态，但现在大家都认为阿隆索如果能来，这对切尔西吸引球员加盟也能起到积极作用，所以业内普遍认为双方即将达成协议。尤其是考虑到利物浦不太可能参与竞争，利物浦并没有联系阿隆索，他们准备留下自己的主教练斯洛特。好，第4位贡萨罗·加西亚。由于这名球员不太可能撼动姆巴佩的主力前锋位置，所以皇马希望借助加西亚的人气卖掉套现。在去年的世俱杯上，加西亚的进球正是阿隆索执教皇马以来的首粒进球。而切尔西方面，德拉普在斯坦福桥的尝试至今没有效果，他在蓝军的首个赛季表现非常一般。除了若昂·佩德罗之外，现在切尔西锋线人手显得不足，所以贡萨洛·加西亚很可能为了获得更多出场时间而离开皇马。如果他做决定，切尔西很可能会成为受益者，能够签下贡萨洛·加西亚。毕竟他过去1年展现出了一些顶级的终结能力，也是年轻天才中非常实用的一位。OK， 利物浦刚刚举行了客场对阵维拉的赛前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主教练斯洛特非常乐观地表示，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下个赛季我将继续担任利物浦的主教练。我们已经知道了夏季巡回赛的行程安排，计划已经制定，俱乐部和新球员之间的谈判也在进行中，这些我都参与其中。那么如果你本赛季的表现不如上赛季，甚至远远谈不上出色，批评就是很正常的，我们都经历过。如果你没能赢得联赛冠军，那就是利物浦如今的现状。我认为现在的世界已经变成如果一位教练的执教成绩不是最佳，就会引发争论，这就是足球界的新现实。我没有权利评判那些评判我的人，他们完全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前呢，大家只能在酒吧里闲聊，现在他们可以在网上到处畅所欲言。现在这种现象更加公开，而且到处都一样。但我已经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下赛季利物浦主教练就是我。这个消息传来，利物浦的球迷们没话讲了，不知道说什么了。有的已经绷不住，有的还能绷得住，取决于各位利物浦球迷的情感自我控制能力。好，开心一下，一位成人片的女星许诺，如果大巴黎的主力门将27岁的萨夫诺夫可以夺得欧冠，自己愿意陪他共度良宵。这是一位俄罗斯的成人片女星玛丽洛克。
他已经为萨夫诺夫这位俄罗斯门将录制了一段视频，但对这件事情，萨夫诺夫的妻子玛利亚相当生气，直接回复贴文：哼，成人片的女星祝我丈夫欧冠决赛好运，并承诺每完成一次扑救就有一个火热之夜。哼，她完全不知道，对我的丈夫来说，火热之夜其实就是做填字游戏，是关于什么、在哪里、是什么时候这样的填字游戏，并且他会在11点30分准时熄灯睡觉，因为我丈夫明天早上还得他妈的起来训练。哈哈，什么哪里什么时候，这是一档俄罗斯很著名的国民级益智节目。萨夫诺夫老婆的意思呀，言外之意是你别白费劲了，我老公只是个喜欢解题和按时睡觉的乖孩子，你那套对他根本没用。 OK， 另外27岁的瑞士女足球员埃里莎莱曼，她过去被大家誉为足坛第一美女，咱们也看看她最新的度假美照，火辣的比基尼秀出了迷人的晒痕，蕾丝内衣的造型，健美身材展露无遗，已经有1500万粉丝蜂拥点赞。此前，这位美丽的姑娘和当时的男友道格拉斯·路易斯上演了足坛首对情侣转会，双双加盟尤文图斯，当时传为佳话。但今年1月，她已经离开意大利，重返英格兰足坛，现在莱斯特城女足效力。尽管球队在她出场的比赛中全都没有胜利，球队还最终联赛垫底，但埃里莎莱曼个人却包揽了队内赛季最佳进球和赛季最佳球员2项大奖。感情方面，他和路易斯也分分合合，最终分手。目前的男友老 K 介绍过，是参加真人秀《爱情岛》的半职业球员蒙特尔·麦肯齐。就在上个月，麦肯齐的球队以12分优势提前问鼎了英格兰的业余联赛冠军。最近这几天，网飞上线了一个纪录片，叫《大巴蓝衣军团和罢训风波》。这个纪录片以法国国家队为主角，回顾了导致球员罢训以及南非惨败的全过程，像埃弗拉、加拉萨尼亚以及前法国队的新闻官都接受了采访，前主帅多梅内克本人也参与其中。但是在纪录片上线以后，多梅内克大为不满，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长文。这位现年已经74岁的老帅当时同意向该纪录片的制作人员全面公开了私人日记，而制作方则毫不客气分享了日记中最精彩的篇章。在其中前主帅对球员们进行了极其刻薄的评价。观看纪录片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多梅内克对球员们的一种蔑视。他是写道亨利出生于8月17日，平庸的狮子座，目中无人，而那个加拉总是拉着脸，我忍不了他多久了。哼，古尔库夫他简直是个蠢货，先是轻度自闭，接着就是蠢。阿内尔卡嘛，竟然目不斜视地从我身边走过，这个大蠢货。在纪录片的结尾，多梅内克还揭露了法国队内鬼的身份，正是里贝里。哇，这样的片子播出了之后，多梅内克能不满吗？他简直是极其不满。他在长文中强调，自己参与拍摄的先决条件是对内容拥有最终审核权，但制作方违背了这个承诺，背叛了他的信任，表现得极其不诚实。多梅内克认为这个片子并非冷静的反思或分析，而是一场针对自己个人的暴力指控和偏见的令人作呕的批判。多梅内克现在指出当时的日记是在极端的压力下支撑精神的私密记录，本不应该原封不动地公之于众。他批评制作方通过恶意剪辑和拼凑来制造煽情效果，只为了博取收视率。所以这部纪录片在他看来是仇恨的垃圾桶。这种粗俗和缺乏职业道德的行为羞辱了足球，也羞辱了新闻业。多梅内克形容这次经历是对自己灵魂的强暴和情感的偷窃，正式声明和该片彻底脱离关系。在看过片子之后法国前国脚里贝里马上在社媒发文回应了多梅内克指控自己是2010年世界杯法国队的内鬼。里贝里的社媒上写道：妈妈咪呀，多梅内克，我很爱你，只是真相我先留着以后再说，再见吧，帅哥。当年多梅内克的水平执教方面真的一塌糊涂，纯粹硬是靠堆砌球星的实力带到了世界杯亚军。老球迷都记得，这是一个靠星象学拍首发的教练，当时真是靠齐达内和里贝里一众老将的超常发挥，还真让他以为自己是个很牛逼的教练。所以在足坛内鬼真是历史悠久
未来关于这个消息，老 K 也将持续报道。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感谢您订阅一下或者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咱们明天再见。